你有没有过这种感受？早上闹钟响了几遍才挣扎起来，浑身像灌了铅，明明没干什么，却总是提不起精神，对什么都兴趣缺缺，工作不顺，人际拧巴，身体也这儿酸那儿痛，去医院检查，只说亚健康，找人看看，又讲时运不济，这看不见摸不着的运势到底是什么？我是江河，在智慧康行分享中医医学心得。我发现顺与不顺的根本区别不在八字，而在人的能量状态。能量足的人眼里有光，做事有根，遇事能扛；能量低的人精神萎靡，容易退缩，小事也成负担。这能量就是咱们常说的精气神，老祖宗叫它阳气，它是生命运转、吸引好事的根本动力。那你可能要问了，江河老师，这能量听起来有点悬，它是真实存在的吗？当然真实，而且你每时每刻都在感受它。你熬夜追剧后的2天头昏脑胀的那种虚，和你睡饱了觉神清气爽的那种满，就是能量高低最直接的对比。在易经的世界观里，讲万物由阴阳构成，人也是如此。阳气足，人就积极果断，好事自然靠近；阴气重，便消极拖延，形成灰色气场，麻烦也容易跟上。这不是迷信，而是能量同频相吸。那些成功者未必都是天才，但大多精力旺盛，心态积极，这就是阳气足的表现。反过来，你也可以观察一下，是不是一个人开始走背字的时候，往往先是从精神萎靡、脸色灰暗开始的。好消息是，这种能量绝非天生注定，不可更改，它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的方法来补充和提升。这就好比你的手机电池，用久了会耗电，但只要找到对的充电器和电源，就能重新满格。那么，这个至关重要的能量，到底从哪儿来呢？它的来源主要有3个渠道：一是你吃进去的食物，化生成气血；二是你深度睡眠时，身体进行的修复和充电；第3点，也是绝大多数人严重忽略的一点，就是你身处的环境。不同的环境携带的能量属性天差地别。你在一个空气污浊、人际关系紧张的办公室里待上8小时，和你在一个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公园里待上8小时，出来的精神状态能一样吗？你长期住在阴暗潮湿、不见阳光的北向房间，和住在敞亮通透、阳光满屋的房间里，你的身体健康和情绪状态能一样吗？这就是环境能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你。易经讲天人合一，人和环境从来就不是割裂的，你不断地在与周围环境交换着能量。好的环境就像一个高效充电宝，能持续为你赋能；坏的环境则像个漏电的插座，不断消耗你的本就不足的电量。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就是我几十年结合意义实践发现的4个最容易被人忽视，却又能量极其充沛的天然充电站。你不需要花什么钱，只需要改变一下你的生活习惯，经常去这些地方坐坐、走走、待待，把你的能量场喂饱了，你的精神状态、思维清晰度，乃至你的运势轨迹，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积极转变。这第一个地方，就是大自然里的山水之间。易经里有个咸卦，上边是兑卦代表湖泊沼泽，下边是艮卦代表高山，这叫山泽通气，描绘的就是天地间最和谐、最通畅的能量交换图景。山是静默的、厚重的、稳固的，它提供一种让人心安的支撑力；水是流动的、洁净的、充满韵律的，它带来净化和活力。这一静一动、一刚一柔，正好完成了阴阳能量的完美调和与循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古今中外那些真正有大智慧的人，那些修行者，都偏爱隐居山林？道家真人寻洞天福地，佛家高僧建寺庙于名山，文人墨客失意了也要寄情山水。这绝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而是他们本能的懂得，只有置身于这种最原始、
最强大的自然能量场中，才能抵挡心灵的尘埃，获得最高级的智慧启迪。山的能量是厚重和接纳。当你站在一座大山面前，仰望它的巍峨，你会瞬间感到个人的那点烦恼和得失是何其渺小。这种渺小感不会压垮你，反而会给你一种奇特的踏实和光定接地气的感觉。现代人焦虑的根源之一，就是心思太浮，整天活在虚拟的信息、复杂的人情和快速的得失里，脚不沾地。而大山千年不语，默默矗立，它的能量频率能强行把你的心绪从九霄云外拉回来，让你感受到一种坚实的依靠，心自然就静了，就稳了。水的能量则是流动与更新。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它代表的是一种无私的、滋养的能量。你靠近一片干净的水域，无论是小溪、湖泊还是大海，听听那有节奏的水流声或浪涛声，看看那粼粼的波光，你会不由自主地深呼吸，感觉胸口那股郁结的闷气，好像随着呼吸被带走了。水在物理上能洗涤污垢，在能量层面上，同样能冲刷你情绪和思想上的淤堵。很多当下绞尽脑汁也想不通的难题，钻进去就出不来的牛角尖。当你坐在水边发一会儿呆，看水鸟掠过，看鱼儿跃起，看水永远不停歇地向前流，你可能会豁然开朗，觉得那些事也没什么大不了，办法或者放下，自然就在心里浮现了。所以你看那些顶级的养生之地、风水宝地，哪个不是依山傍水？山水合力形成的能量场，是最滋养人的。我这有个真实的例子，以前有位来找我调理的企业家，那几年他真是走背运到了极点，项目头一个亏一个，最信任的副手卷款跑了，官司缠身，身体也垮了，失眠严重，整张脸都是灰败的。我给他用药调理的同时，非常坚决地给了他一个建议，放下所有事，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至少住上1个月。他当时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生意千头万绪，哪能说走就走？我说，你现在这状态，就像一辆油箱见底还在拼命踩油门的车，再开下去就要散架了，你必须先停下来加油。他将信将疑地去了南方一个山清水秀的乡村，起初1周他根本静不下来，电话不断，梦里都是官司，但没办法，周围没有高楼大厦，只有青山绿水，他被迫每天早起跟着村民去田边走走，下午在河边树下泡壶茶，慢慢的，他手机看得少了，睡得早了，吃得简单了。1个月后回来见我，我差点没认出来，脸色红润了，眼睛有神了。最重要的是，整个人的气场从一种焦躁的攻击性，变成了平和的接纳性。他跟我说，江河老师，在山里他想明白很多，过去太急太贪，用人不察，很多失败其实是自己种下的因。神奇的是，他心态转变后，外部事情也起了变化。那场棘手的官司因为对方证据出了瑕疵而和解，跑掉的那个手下在别处犯了事，部分款项阴差阳错被追了回来。他重整旗鼓，用更稳的心态去做事，事业反而慢慢回到了正轨。你说这全是巧合吗？我认为这是他自身的能量场修复后自然吸引来的同频结果。所以别小看走进自然的力量，周末别总泡在商场和电影院，开车去郊区爬爬山，去公园的湖边坐坐，哪怕只是下班后在你小区花园里认真散个步，抬头看看天，低头看看草，有意识地去连接这种自然的能量，你的电池就会得到最基础的，也是最有效的补给。这第2个要常去的地方是寺庙或者教堂这类安静的宗教场所。你先别急着说这是迷信，我让你去，绝不是单纯让你去磕头许愿求菩萨保佑发财，那有没有用另说。我让你去，是去借用那个地方积蓄了成百上千年极其特殊的场域能量。你想啊，
无论东西方，寺庙教堂是什么地方，是无数人带着他们最虔诚的祈愿、最深刻的忏悔、最宁静的祷告心念，长年累月汇聚的地方。一个人真诚的念头就有能量，那千千万万人、几十年、几百年的真诚念头叠加在一起，会形成一个多么强大而纯净的意念能量场。你走进这样的空间，几乎立刻就能感觉到一种肃穆、安宁、超越俗世纷扰的氛围。这不是心理作用，而是你的身心确实感知并进入了那个高维的能量场。就像你走进一个常年焚香、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古老书房，自然会肃静下来一样。这在易经里对应的是一个诚字。诚是什么？是心无杂念，是全然的专注和信任。古人说至诚如神，当你的心念达到极致的诚，你的能量频率就会非常高，就能感应到、连接到更高维度的能量与智慧。寺庙教堂就是一个集体修习和保持诚的超级道场。对于咱们现代人来说，最缺的不是聪明，恰恰是这份诚，是这份专注。我们的心被撕成了无数碎片，一边工作一边想着家里的事，刷着手机还焦虑着未来。这种心神涣散的状态是最耗能量的。能量散则弱，弱则什么事都推动不了，自然觉得事事艰难。而那些能成事的人，你看他们做事时，都有一种心意尽兴的专注力，能量聚于一点，无坚不摧。寺庙教堂的能量场就像一个强大的心神收摄器，你走进去，哪怕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角，看着庄严的圣像，听着悠远的钟声或唱诵，闻着淡淡的香火气，你那些散乱狂奔的思绪，会像被温柔的手安抚一样，慢慢慢下来，静下来。心一旦静了，清明了，你就能穿透日常琐碎带来的迷雾，看到自己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当下最应该聚焦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这种内在的清晰，是做出正确决策、避免盲目消耗的基石。我认识一位非常成功的投资人，他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他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隔1-2个月就会挑一个知名的古寺去住上2-3天。他从不烧香许愿，就是跟着寺院的作息，吃斋、静坐，在庙里散步。他告诉我，每次从那种环境回来，都感觉脑子像被清空重启了一遍，特别清醒。一些在尘世中纠结无比的投资决策，在那种极致的宁静中会自然浮现答案。他说那是他最好的大脑保养术。这其实就是场域能量的净化与赋能作用。哪怕你不信任何宗教教义，也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高级的精神文化空间和心灵进修所。去那里是去学习一种专注的能力，是去感受一种虔诚和敬畏的心境。经常浸润在这种氛围里，你身上的浮躁、戾气、斤斤计较会被慢慢洗涤，人会变得更平和、更宽厚。一个心态平和、待人宽厚的人，他的人际关系能差吗？他遇到困难时，愿意帮他的人会少吗？这不就是运势转变的一部分吗？所以，有空的时候，不妨去附近的寺庙、道观、教堂走一走，不必拘泥形式，带着一份尊重和开放的心，去感受那种超越日常的宁静能量，给自己涣散的心神充充电。这第3个能量宝地，说出来你可能觉得有点普通，那就是图书馆或者书店。这里堆积如山的，不就是纸和墨吗？能有什么能量？这你可就大错特错了。图书馆储存的是人类文明最精纯的智慧能量。一本书，尤其是经典之作，那是作者毕生所学、所感、所悟的结晶，是他用生命能量浓缩提炼出的精神产物。你用几天时间读完一本传世经典，就相当于在精神层面上高效吸收了一位甚至数位智者几十年的生命能量与思想精华，这简直是天下最划算的能量交换。
易经蒙卦讲的就是启蒙，人从蒙昧走向开明，靠的就是学习，是智慧的开启。人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这话往往被理解窄了，以为就是考学、拿文凭、找好工作，这当然是一部分，但更深层的改变是智慧对你整个能量层级的提升。一个有智慧的人和一个仅仅有知识的人，能量状态是完全不同的。智慧能让你看清事物发展的规律，懂得何时进何时退，明白祸福相倚的道理，从而在人生选择上从容不迫，避免踏入很多消耗性的陷阱。这种从容和远见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稳定的高能量状态。你观察那些真正有学问、有智慧的老先生，他们往往眼神清澈，举止安详，说话不急不缓，有一种沉静的力量。这就是饱读诗书后，智慧内化带来的一种能量外显。书读得多了，尤其是历经时间考验的经典读得多了，你就相当于站在了无数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多少兴衰起伏，人性中有多少共通的光明与幽暗，你都了然于胸。当现实中遇到类似情境时，你就不容易慌乱，不容易被短期的得失迷惑，因为你见过大风大浪，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价值，什么是过眼云烟。这种定力和洞察力能让你在关键时刻稳得住，做出更符合长远利益的决策，这难道不是最好的改运吗？所以，图书馆、阅览室，哪怕是一个安静的书店角落，都是一个强大的智慧能量场。那里不仅每本书蕴含着能量，整个空间也弥漫着求知、宁静、专注的集体氛围。你就算只是在那里坐着，不看书，也比在嘈杂的奶茶店里刷手机吸收的能量层次要高得多。当然，光坐着不行，你得读，而且要有选择的读。我强烈建议你多读经典。什么是经典？就是那些经过几百年、上千年大浪淘沙，依然被无数人认为有价值的书。比如咱们中国的《易经》、《道德经》、《论语》、《黄帝内经》，西方的柏拉图、莎士比亚等等。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艰深难懂，没关系，就像爬山，一步一步来。今天读2页，有点感悟，明天再读2页。经典的价值就在于常读常新，你20岁读、40岁读、60岁读、60岁读，感受和理解会完全不同。它会随着你人生阅历的增长而不断为你赋能。我自己就是最大的受益者。我研究中医和易学，就是在汗牛充栋的经典里一点点泡出来的。曾经有个跟我学习的年轻人，出身贫寒，早早辍学打工，吃了很多没文化的亏，生活困顿。他来学中医，底子很薄，我没让他急着背方子，而是让他先从读易经开始。他硬着头皮读，一开始云里雾里，坚持了快1年。有一天他兴奋地跟我说，姜老师，我好像有点懂了，我明白了事情都是物极必反的，人在低谷时其实埋着转机。我说这就对了，你开窍了。后来他整个人的思维和谈吐都变了，学医也进步神速，现在自己经营着一家理疗馆，生活安定富足。这就是智慧能量实实在在改变人生的例子。所以，把刷短视频的时间挤出一部分来，留给图书馆，留给经典。当你脑袋里的智慧能量充足了，你看世界的眼光和做事的方法会彻底改变，你的运自然就走在了一条更开阔、更光明的道路上。我要说的第4个地方，可能完全出乎你的意料，是菜市场。你可能会皱眉头，那里又脏又乱，吵吵嚷嚷，有啥好能量？恰恰相反，菜市场蕴含的是天地间最本真、最蓬勃的生机能量。易经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一个生字，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宇宙最大的恩德和规律就是创造生命，让万物生生不息。而菜市场就是生的能量最集中、最直观的展示场。
你看那水灵灵的蔬菜，还带着泥土的芬芳，那活蹦乱跳的鱼虾，在水盆里溅起水花，那鲜红的西红柿，翠绿的黄瓜，饱满的快要裂开，还有那些热气腾腾的熟食，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这一切都是最鲜活的生命力。再看看那里的人，卖菜大姐响亮的吆喝，买菜大爷精明的挑拣，主妇们为了几毛钱热烈的讨价还价，所有这些喧嚣和忙碌，背后都是对生活最质朴、最坚韧的热爱。这是一种热气腾腾的、接地气的人间烟火气，它代表着活着本身最旺盛的欲望和力量。我为什么特别强调菜市场？因为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正在严重缺乏这种生机，我们整天活在空调房里，面对的是电脑屏幕、手机玻璃、外卖塑料盒，我们吃的是加工好的、包装精美的食物，却很少接触食物最初活生生的状态。我们讨论的是数据、流量、KPI， 却远离了土地、季节和实实在在的劳作。这种生活看似精致高效，实则是一种与生命源头的断联。你的身体和心灵长期接触不到这种原始的、旺盛的生命力，你的生机就会慢慢枯萎，所以你会感到疲惫、冷漠，对什么都提不起劲，甚至抑郁，觉得生活没意义。这不是你病了，是你的生活方式让你能量偏枯了。菜市场就是一剂最好的生机补充剂，去那里逛一逛，亲手摸一摸那些带着露水的青菜，闻一闻水果的清香，听听市井的喧闹，你会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被拉回现实生活的踏实感，一种我在真实的活着的触动。我曾有位患者，一位事业非常成功的女性高管，严重的焦虑和失眠，觉得人生除了工作毫无乐趣。我除了给她调理，给她的药方里有一条就是每周至少一次自己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回家做一顿饭，哪怕只是一个菜。她觉得不可思议，说时间宝贵，这些事保姆或外卖都能解决。我说，你这病根之一就是活得太抽象了，你需要去接触具体的生命。他勉强尝试了，第一次去，他被吵得头疼，但几次之后，他发现自己开始期待这件事。他享受挑选最新鲜食材的过程，享受和小贩聊几句家常，享受把那些五彩缤纷的食物变成盘中餐的成就感。他跟我说，江河老师，在菜市场里，在厨房里，我好像暂时忘掉了公司里那些勾心斗角和一串串数字。我只是一个为自己准备食物的人，这种感觉很踏实，很治愈。他的焦虑和失眠就在这样一周一次的生机补给中大大缓解了，因为他重新连接了生活最本真的活力。所以，别总盯着手机 APP 上的生鲜配送，抽空去菜市场走走吧，哪怕不买什么，就去感受那种扑面而来的生活热浪。如果还能买点回来，亲手做一顿饭，那更是对自己生命力最好的唤醒和滋养。当你的生机能量被激活，你整个人会变得更有热情，更有行动力，运气也会更青睐那些热爱生活、活力四射的人。好了，这4个看似平常的地方我都说完了，自然山水、寺庙教堂、图书馆、喧闹的菜市场，其实是提升能量的4把钥匙。它们分别补充不同维度的能量，山水带来和谐与稳定，寺庙带来宁静与专注，图书馆带来智慧与格局，菜市场带来生机与热情。当这4种能量在你体内充足并流动起来，你就仿佛自带幸运光环，身体、事业与人际都会自然向好。最后，我必须强调2点，这关乎你能否真正从中获益。第一，坚持。能量提升不是速效魔法，而像健身需要持续积累。试着把它们融入生活节奏，每周接触自然，每月静心整理，每周抽时间阅读，每周亲自采购食材。坚持3个月，感受不同；坚持1年，看到质变；坚持数年，这将重塑你的生命能量。
第二，心态，请放下急功近利的改运心，全然投入当下，在山里享受清风，在庙宇感受肃穆，在书海沉醉思想，在菜市拥抱烟火，以平常心与感恩心去接近，能量才会如流水般自然滋养你。我是江河，在智慧康行里，我分享的所有东西都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希望你能拿去实践，真正改变自己生活的钥匙。能量是你自己的，运势是你自己活出来的。那些愿意行动起来，主动为自己寻找能量源泉的人，生活从来不会辜负他们。这4把钥匙，我现在交到你手里了，是继续停留在原地抱怨，还是从下一次周末、下一个傍晚就开始尝试？选择权永远在你自己手上。